聊一聊没烦恼，聊一聊没烦恼。欢迎收听新的一集的聊一聊没烦恼。我的名字是塔塔，我是 Leaf。哇，今天我们有一个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他是。哎呦，这样子讲会不会被打？小时候我会看他在电视机上比赛的，然后就为了他喊破喉咙了。那我们先欢迎吴柳英娘娘。Hello， 大家好。这边我们准备了一个自我介绍，帮你自我介绍的，来一段。是，我觉得今天有点紧张哎。哎呦呦呦，就是娘娘驾到嘛。有，就是这一位呢，是我就是羽坛女神娘娘，就是大家都这么的称呼了。第一位奥运银牌羽球女选手。哇！可是今天呢，我们想要深入的了解娘娘本人。为什么会有娘娘这个称号哦？是因为她是不是中国的粉丝给你的娘娘这个名字？因为她气场很 strong， 当年很稳。当年她打球的时候哦，哇！全部人差不多忘记看球，只看他吧。对，这个过分了，过分了。OK， 然后让你自我介绍。可是，你不可以谈到你的 career， 是不可以用你的职业。对，那就是我是很有性格的吴柳莹。可以。那我们这一个跟你讲一下先哦，我们的 just try it out，even 我们的听众啊，虽然我们 sometimes 有鸡汤类型，可是我们还是比较 casual 的。对。然后呢，今天有幸的可以请到吴柳莹上来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娘娘是因为她出了一本新书。是的，就是我们10年之后我还是我，因为10年前你有出过一本书叫我只是吴柳莹。对，然后今天我们会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是的。然后我们也知道非常的深。然后我希望这一个呢这一期呢是你在别的平台是没有看过这样的吴柳莹的。是 OK。好，来，因为我们知道你小时候就开始打羽毛球了，然后我们这个 segment 是有这个小时候的问题的。对，因为我们听你很多以前的访问，就有讲到你小时候开始打羽毛球是因为你爸爸很喜欢羽毛球，对，那就一直跟着你爸爸去打羽毛球。那我们就是好奇，你以前小时候打羽毛球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你在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我以后就是拿冠军了，以后就是参加奥运会的人了。没有其实因为我老实讲，就是因为我爸爸他是那种他是羽毛球粉丝狂的那种，就是所有的比赛他都肯定不会 miss 的。然后他就是从小就是灌输我以前我家里很穷，我不能成为国手，我打不了羽毛球，然后我希望你成为国手。然后他就是在我在小学的时候，他就一直灌输我这个想法，到我就是很自然的在志愿卡是写羽球国手。但是呢我没有讲一定会成功啦，因为其实我是从小学到15岁，我可以讲我都是一直包围的。一直包围就是我跟我同龄的，我就是一直 ranking 最后的。包围的。对。那时候你们就有在学校打了。因为我差不多11岁就进走队嘛，然后我去选拔赛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包围，然后就选了我这个包围的进去。真的。然后我还一直打单打，打到15岁，我还是在包围。然后是什么促使你去哇觉得可以去？我换项目。就是我包围的时候我是打着单打嘛，因为基本上所有羽毛球的你要开始学专业，你一定是先学单打。然后后来就是教练有机缘巧合之下，然后刚好这个比赛缺了一个女双打，他就问我你要不要试一试，因为单打当时已经没有位了。对，所以你包围，所以我包围，所以我进不到，我没有被选中。然后他就讲你要不要试一下双打，我说可以咯，反正有位就上咯。但你一直包围的时候，你爸爸有讲什么？没有，因为他的愿望是要我成为国手罢了，所以我还在路途当中。这是你那时候你爸爸他一直很喜欢打球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有国家对这个东西很红了啦。对，他那个时候就是他以前就是我还在
不懂几年级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看那个奥运的时候啊，就跟我讲那个球要怎样打，那个球我哪里听得懂？所以那时候很小时候，总之我发觉他就是每天的话题都是羽毛球，因为我们还有去走队训练，然后他又自己额外找教练给我训练，对，然后他们那种 uncle group， 他又带我过去打球，所以我可以讲，好像我的从小生活的记忆就是在羽毛球场里面。可是你有没有一刻是你不是很想打羽球？你有没有一刻是这样，还是你也是讲其实蛮喜欢羽球的？我其实真正喜欢上羽毛球是差不多应该是18、19岁那时候，很迟欸，是因为我感觉啦，因为从小就是我一个女儿，然后我2个弟弟嘛，所以我就可能比较黏爸爸，所以我爸爸就我爸讲什么我就会听什么，他想要我这样我就这样咯。然后当时因为是我自己一个人在sports school， 我们在 Bukit Jalil sports school 的，那时候我们就算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啦，所以就我觉得好像还 OK 的，所以就坚持下去，就把我也没有关系。像你弟弟有打吗？是哦，我弟弟是走队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就会比较她是比较实际的女生，所以她就觉得打球找不了吃，然后而且女儿已经打了，弟弟就应该更脚踏实地去上大学，分散投资，不可以3个都打。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在那边找教练的时候，我们3个都有去练的，只是我2个弟弟也是走队。只是没有进选拔，没有去更上一层楼。这样你妈妈在被你爸爸强行的拉你去，因为女生打羽毛球以前更罕见，对不对？这样还有什么看法吗？你妈妈有反对的吗？一开始？没有就可能他就觉得他是讲你要打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读书，但是你在sports school， 你又自己看着你自己，你能读多少？我想问一下，多少岁进 sports school 的？他们是 Form 1到 Form 5，就是13岁，所以我们每次12岁会有一个选拔赛。然后12岁之前都是在走队训练。然后你讲机缘巧合下，你就爱上了那个badminton，其实也是有了成绩才爱上啊。因为高伟就一直很不爽，就一直觉得打了没有目的。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很多朋友都受不了那边的训练，所以他们都很多都退出，所以基本上可以想是至少一半都退出。我们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虽然现在这种 你们 sports 的 athlete 或者 celebrity 还是蛮常 share 你们的 behind the scene， 可是我们其实确实我们不是很了解，到底你们 training 跟这个 sports school 是怎样的 intensity 的。其实他们现在稍微改了制度，以现在的13到15岁，他们是请老师在语总那边教课，其实就是很 private 的一个 class。但是之前我的那个时代，他是那种13岁，我们早上6点半开始训练到8点半，然后你就是他给你1个小时去吃，9点半开始上课到2点半，然后接下来下午的训练呢是根据不同运动不同的的训练。我们的呢就是2点45的巴士去球场，因为我们离比较远，所以我们需要坐巴士去那边，然后到6点半因为是 Bukit Kara，然后再回来Bukit Jalil，所以那边6点半练完了，回来差不多也是要7点15，然后你就冲凉吃饭，然后8点半就是补习或自习，是强逼性的，就是一定要不可以在宿舍里面，就是一定要是在上课，因为我们当时Bukit Jalil就是宿舍跟上课就是在隔壁栋罢了。然后到10点了之后给你去吃 supper，11点一定要关灯。然后我每天就是这样的 routine， 6点半就是开始训练。不是所有运动，羽毛球是这样。OK，这样你练的呢？好像比如说你补习是补什么科目？看情况，就是看你的学校安排。就有的时候是自习，好像我记得我是那时候Form 4还是Form 5的时候，我们因为里面学校是没有华语课的，你不能选的，所以他们就会在外面请老师过来，所以你只有在那段时间才可以上到华语课，所以你要补习咯。可能1个礼拜2天或者是1天，然后其他的时候就可能算是进修，然后有时候是如果你的课就是你的那个老师没有安排到补习给你，你就要自习。对。哇，是不是做每个运动员，好像你刚才讲的，很多人就中途放弃，是不是要很有 discipline？ 是，而且就是他老师就是会去 check 你的宿舍的啊，就是9点半，比如说我今天真的是不想去上课，然后我9点半我还在房间休息，然后老师会来 check 房间。11点就是老师，因为我们的
asrama 是这样子面对面的，所以老师是在中间，他就可以看到所有房间在开灯，然后就在那边喊哇。对，就是因为现在这几号房为什么还不关灯？就会常常有这种情况，就11点不管你睡不睡，一定要关灯。哇，所以真的是很多人受不了，而且我们的 outing day 就是只有星期天，然后就是讲，因为我们羽毛球。我还是根据各个的运动啦。我们羽毛球是拜六也是练全天，就是早上一段，下午一段，所以你没有时间出去。然后礼拜天就是半天，就是到11点12点，然后如果是学校熬定的话，就是6点半之前一定要回来。对，所以就是礼拜天只有一天这样半天。这样身为一个小孩啊，什么让你坚持下去？要 follow 我爸爸的使命。哇，不是每个小孩都可以耶。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啦，就觉得我有这样的生活好像也挺特别的。然后我觉得啦，可能就是从小抗压能力会比较强，我觉得这个是天生的啦，所以就不会太去埋怨，也或者是以前算是不是很有钱的人家嘛，所以就觉得其实还好，没有很苦。哦，然后我们也知道你现在也是有做一些initiative， 是有帮忙小孩去挖掘他们的运动的喜好的，对 Kids Olympic 是吗？对，叫 Kids Olympic， 因为我们这个是之前我讲我们要进专业就是13岁到15岁嘛，但是其实我们12岁以下你只能在州队，或者是你那个时候你才要刚接触，但是其实你13岁才要打专业的话，就比如说我可能你11、12岁你才发觉到，诶，原来你好像可以玩这个运动，诶，你才要训练的时候已经是13、14岁了，就有一点太迟。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在12岁以下，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大家可以看到自己小孩的潜能，包括教练可能可以过来去看一下有没有比较有天分的小孩子，因为我们就是这个 Kids 里面我们是跟不同的partner，就好像 association 国家队的可能州队的就跟他们配合，他们可以过来去看一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觉得有天分的运动员。这样有没有一些父母会来他的孩子真的很不喜欢运动，然后他就想要送去那里，然后去挖掘他可以向哪一个运动项目发展，有没有这样子的？其实如果你要去专业的话，它比较像是教练是需要跟父母去沟通，就好像之前我的情况就是我是田径跟羽毛球都是可以进州队，但是他找到我父母的时候我爸爸他选了羽毛球，就你不可能毫无悬念。对，就会有这种他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其实如果是教练觉得这个小孩可以的，他会先去跟父母去沟通。对，我们是不会去强逼性，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运动会其实是想要鼓励更加多人去运动，因为我们12岁以下的专业的其实就是那几项，所以可能不够多比赛，可能小孩有时候他紧张他就发挥不了，可能你就会 miss 掉这个运动员，可能你要等到15岁18岁这样，所以可能我们就是多做一些这样类似的，可能叫做activation，就是你可以失去纯粹享受的，没有压力的，你也可以就是我带着目标要拿 medal 的去，就都可以。然后这个是你退役过后做的 initiative， 对不对？对，算是对。那像10年前跟10年后啊，你觉得马来西亚的运动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其实很多东西是都开始渐渐改变了，因为我就想我之前我看着我的师兄他们就是那种很老实，然后我就是很努力的去训练去比赛，然后其实到手的奖金真的是很少很少。然后当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开始越来越多报章有报道到我们的新闻，然后才开始越来越多的赞助，然后到现在社交媒体的那种爆发，其实他给的那个价值，其实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你成绩又未必很好，但是你只要就是人够美够帅，其实你赚的比你的正业还多，这个是肯定的。 OK， 正业就是我们讲运动员啦，对，如果你是很红的话呢，就会有 sponsorship 啊、业配啊这一种，都是可以拿的嘛。对，可以拿的，但是你要如果是在国家队的话，你要跟着他们的规则咯，或者是你要先问看他们我要拿这个赞助是可以的嘛？然后如果他讲没有问题，这样你就可以去拿。当然你要
中间你要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因为国家队也有自己的赞助，就可能就不能相撞这样。那诚实来讲我们每次看比赛啊，不管是羽毛球还是其他项目都好啊，我们既定印象的男女都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可能女生我们看的时候就是哎呀，这个没有这样 aggressive 的啦，没有这样粗暴的啦，不像男子这样。这样我想问一下，男女运动员在马来西亚啦，我们讲马来西亚就好。比如说我们 training 上面啊，还是设计的一些东西啊，是有差别的吗？你觉得？其实以前马来西亚 badminton team 它算是比较是重男轻女的，因为其实也是理解的，因为你做所有的东西规划，你都是需要用成绩来定义。就比如说他们比较多机会可以拿到成绩，我当然就会重心在于你嘛。然后在马来西亚之前的对垒，就是女生会比较难拿到成绩，就是在我还没有拿到混双银牌奥运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就有我们马来西亚其实一直都有派混双队去比赛的，就是包括其实我在伦敦奥运会，我的混双已经进了，但是其实真的是没有人知道，所以就是他们会自动 filter 掉有女运动员的项目，然后到后面当然也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崛起啦，然后开始报道，就是我们的女生运动员也是越来越强了，已经可以达到就是世界前5的水平，但其实严格来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女运动员相比跟男运动员，女运动员还是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她可能可以有成绩，但是她可能会一直在疗伤的阶段。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差别吗？一开始女生的身体构造它本来就是会比较容易受伤的，所以如果你在训练那方面的话，你可能就是不能跟着男生的那个强度。你可能要稍微再调整，然后你要多做一些就是预防受伤的一些计划这样。这样我也很好奇因为你说男生女生本来就不一样嘛，然后可是好像我们看其他国家队的话我们会注意到他们的女生，你觉得那个我们分别是在哪里呢？我们有些国家可能选择比较多，人选也比较多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比如说 supply for 男生运动员是蛮多的，然后他们可以 train 他们 focus， 对，但是女生就很难 up down there。就是可能好像我们现在的女单，我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啦。很现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女单的部门，就是国家队，就是你要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就是可能5只手指，就是我们只有这么多。目前为止我懂一个而已，郭俊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印度人，也是来自他现在排名比景维还要高，叫 Lashana，他也是在 upcoming player 啦，所以但是他也是全身是伤，然后景维又是身体条件可能没有这么好，因为可能景维出来的比较早，所以你们可能比较认识 Lashana 是比较小的，然后每一个出来打的有成绩的也是受着伤，但就是你没有一个 backup plan。对，就我们的球员只要受伤了，然后你就不能去比赛，然后其实我们是没有人上来的，就会有这种情况。他是没有那种 waiting list 的。对，所以我就讲我们全队只有这么多，就只有但是男生就比较，男生就可以有30个这样，对，男单至少有10几20个，是因为女生比较受不了这样子的训练强度的训练，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啦。然后我觉得可能我马来西亚还算是比较自由，所以就是可能父母看到小孩这样，他觉得当然也是会比较心疼女儿，不想女儿吃那么多苦。对啊，因为要飞又去捡那个水，有很多伤病，所以他们就这个是原因之一。然后看了很多时候受伤之后，父母就直接说：“你就不要打了。有些就是跟爸爸妈妈讲：“我受不了，我想退出。”就很多情况这种，然后有些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被逼退，因为我真的是太多伤了。然后你看，像我这样，我就是已经就动了两次手术。之前黄妙珠，对，他也是世界前6。也是2个膝盖、手全身都是包着上场的，就可能我们在这一块。女生真的会比较吃亏一点点。就像你讲这样，你一直受伤，可是你还是一直带上去比赛，你知道你的心理监测是真的，可以每次看比赛你会到半场的时候，可能你去
handle 你的脚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你知道就对讲死亡会不会 OK 啊？就算你这一场可以打完了，我们都会很担心啊，下一场还可不可以？你知道吗？因为 like you say， 我们没有什么多人选。对，你是靠意志力吗？还是也是啦，也是靠经验啦。就好像可能我知道，我弄到了之后，我会其实我还可以稍微再打，就可能我就只有剩 60%，那我就会只去 60%，因为我们一年的比赛真的太多了，好像如果let's say 讲我们世界前10，你是一定有至少12到15站比赛是 compulsory，你一定要参加，不然的话你会被罚款的。所以我们我不能退赛，然后我就只能去参加，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我们打得不好，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在状态，我们也没有办法交出好成绩。OK，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 struggle 的点了，因为一时候如果我们不想去做工，我们可以假拿 MC。真的运动员的话，如果你有没有哪一场是你那一天真是 shit day 可是你还是照常要上去的。女生会有月事的问题啊，对这一天。然后可是还是有比赛的时候常常，因为我们一年就有20站比赛啊，你每一个月一定会中。就是我们就是只要不要中到重要的那几天就好了，不要中到前1、2天。对，他完全没有办法 take off。对，我就讲的话，不可能，对，不可能。在你的心理要很强，是不是？你的意志力要很强，不然很容易放弃。就因为可能每个女生不一样嘛，你有些会痛，有些不会痛，但是其实确实会有荷尔蒙的关系，就是有些人他反而来月事他会更加 perform。真的吗？对，因为荷尔蒙的改变，但是有些就是真的是完全不行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就是真的很痛，基本上每一次都是止痛药带过的，所以我就很怕，就是他撞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之前大赛啦，就是大赛就是Commonwealth Olympics，就是跟医生配合，然后就去延迟我的就是吃药，然后去延迟我的那个经期。这样男生会有什么类似可以攀比这个 sample 吗？没有喝到咖啡，男生构造不一样啊，不是构造不一样。男生有时候你跟他下针灸，他们就已经喊了，就是真的是忍耐疼痛，真的还是女运动员会比较能耐。是肯定。你觉得你身为运动员人生里面你是一个有选择的人，还是没有选择的人？我觉得如果在这条路上面，应该可以讲是我爸爸先帮我做了选择，然后到最后才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因为其实我是可以在就是可能2016年那时候就打完了，可以完成使命，对。可是那时候我还是选择继续打。如果重来的话，你爸爸没有帮你做这一个选择，你会怎样为你的人生做选择？其实这个我也是之前有跟我爸爸妈妈讨论过，然后他其实就跟我讲，我妈妈啦，她是讲，Since 你已经会运动，你就直接当一个运动老师，而且运动老师会比普通老师会更轻松就可能不用管那么多小孩子啦。然后他就讲，刚好运动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可能如果啦，我真的是跟着他们的意愿的话，可能就会是再回自己的家乡毛家就要当一个运动老师这样。可是如果不是运动你有没有你自己小时候？我没有自己小时候喜欢的。哇，你是 born for this 而且我爸爸有跟我讲，他跟我讲，可能就是那种药剂师，他希望我成为药剂师这样，因为他就是不想我吃苦，在 office 在aircon room 就好。这你有没有自己很喜欢的一块东西，就是一个领域或？没有我没有其实我只是知道我不想当空姐。怎么叫 specific？ 因为我每次就是我们时常飞嘛，然后我就然后我很受不了那种很 long journey 的，然后其实我很佩服他们。我想你看到他们就哇，对我讲对，这个不会是我想要的行业。我觉得他们很辛苦，然后又没有地方休息，然后就是那种特别是有啦，你还以前是空姐，对，然后晚上的时候那种飞，因为我们常常就是飞 Euro，有床的是，可是就是那种。对，你就是每天就是在那么窄小的空间，然后一直在调时差，我很讨厌调时差。OK，
可是我一直都听到你是讲你爸爸希望，你爸爸希望哦，对，不允你自己希望你自己。在18岁以前都是我爸爸希望啊。OK， 为什么这样 specific 在18岁那一年有这个转折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可以讲是在18岁，我都是比较是按部就班的跟着去。跟着 order， 然后开始在18、19岁之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很想出去比赛，那种战斗力爆棚的那种，然后也可以讲是那一段时间是有一点点叛逆期啦，所以开始有自己塑造了可能自己的性格啊、想法啊，然后那时候我才开始要往我要去的那个方向。刚才一开头你讲你介绍自己是有性格的561对哦，你觉得有性格的定义是什么？你会怎样？就看你怎么定义。性格可以是很难搞，有性格也可以是很有想法。如果那个人讲他有性格的时候，我就我会后退3步哦。如果这个老板你是这个怎样的老板？我是一个有性格的老板，拜拜。所以就看你是怎么去跟我相处，你来定义我的有性格。你会不会在不同人的面前会有不同的561？是。但是其实那个影子不会跑掉，但是可能那个可能就比如讲，可能在做事时候那个方向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可能我是双子座，双子座啊，给星座达人在这边，双子座英文是什么？英文有什么特征？双子座比较善变。他们每次都是这样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每次跟风的啦，就是这样，每次跟风没有你自己 start 那个风你自己 start social media 的嘞，那时候没有一个人 start 嘞，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到我就去做啊，有个性，有个性啊。可是那时候你也是很磨了一下哦，就是因为大家的眼里哦，好像 OK，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我的 impression of 运动员啊，就是每天很认真去球场哇。那他们不会来玩电话的，我以为啦。然后这个是你太天真了。然后就到你 start 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谢谢你，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运动员的 behind the scene，还有他们 as a person 因为每次都是看到在球场他们为他喊到，对，可是而且那时候你开始说，好多人骂你哦。对，好多人讲，好好打球啊你，玩什么 social media？ 可是什么让你？这样你都有看到有我以前追你的。我相信啊，从小看到我我看你跟昌明去拿球的时候，我跟我爸爸都这样子的，每次很 stress 的。这样，中文你那时候会有这个 initiative to start。我知道你讲了在很多个 platform 嘛，可是我想知道你那一刻你 create 这个 page 的那个 moment。其实真的，我就是想，你们每天就只是会在讲场上的我们，然后我给你们看，其实我们在后面勾出很多不一样。我是抱着那个心态去开这个 picture， 就是我给你们看，其实运动员后面是怎样去备赛的，然后你们在讲，就是我当时是抱这种心态，所以我不是讲我要去反驳还是什么东西，你看了我所做的东西，然后我成绩好或不好，你们再讲。可是那时候有酸民了吗？太多了。Before 你 start 因为你讲听到声音，人家讲有这样差的呢，球都接不到。现场哦，就是我的真的就是你在打仗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不是每个场地都这么大，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在你的场上，就可能就在墙壁那边那个观众。所以他们会在那边喊，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还没有睡醒这种情况哦，在场上你就会失误了，连续3、4粒、4、5粒，然后觉得我在现场啦，我听过的啦，又到没打到，banyak mistake啊，他喊着给你听，对，他喊着，就是真的是很大声的。你听到过后，你讲你会影响到其实我已经是。immune 了的，就是讲我已经跟我自己讲了，听到什么声音我们不可以冲动，因为我看过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师兄啦，他受不了，然后那时候那个是很大的比赛，然后他们当时真的是 out form， 然后还有因为是团体赛，然后他很压力，那1分在他手上他很压力，然后上面有人真的是这样子喊他balik kampung，Oh my god， 对，然后他受不了，他直接从场上跑出去要上去打那个人 ，Oh my god， 这是 live 的嘛 ？live 的。然后那时候我是因为我在现场看，所以算是我们小队员，我们都会在现场支持我们的师兄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他就从我旁边经过，我就 Oh my god， 这样对，拉着他，我怎么敢憋血？然后那时候真的是有。
对，然后教练到最后是教练抱着他拉着他下来 Oh my 就是他 God 真的情绪已经是失控了那种。这个我就很想问哦，因为在现场，我一直以为哦，有球员听不到的嘞，因为你不是很大声那个啪啪啪的声音，没有，因为你打的时候其实是整个场是安静下来的，只有你打完的时候才会鼓掌，才会喊。哦对，这样我很想问啊，因为之前前面我们来的时候，我也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的 priority 是要赢那个比赛嘛，对这样如果今天哦，你打这个现场哦是没有观众的，你会 prefer 有观众还是没有观众？我们其实有两种运动员，一种就是很喜欢这种对，比较 pump 一点的。对对对，有一种就是你们不要烦我，你给我自己发挥，你给我自己打。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喜欢现场气氛的。哦，对对对，所以我们因为像你看，像东京奥运，Yeah 就是完全没有观众的，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没有人喊的时候，我其实情绪有一点 down 的，然后只能我和炳顺两个呼喊，你需要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对 motivation 的哦，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现场哦，如果他们是喊 Malaysia，你们会更 pump 吗？你会更 pump？对，我会你会打个卖力一点。对对对，我是那种就是可能荷尔蒙吧，就是这种直接爆就爆发棚。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OK OK。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球员也是很明显的，古建杰。啊，对，他就是那种对表演型运动员，对对你越多人 support 他的那个，他其实是球技就越好，因为是他的舞台。对对对，他就很 enjoy 那个是他的舞台。对 OK。好像你们去别的国家打比赛啊，一时不是你们的主场嘛，然后他们会喊对方的，会影响到你们吗？对，其实暂时啦，我去过那么多国家，其实大家都还很不错的，就是比如说，我对到是可能他们是主场的球员。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你经过的时候，观众都会拍手给他们的，很 friendly 的。OK，我讲到这个就刚好，我今天又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看 Malaysia 的观众啊，只有 Malaysia 的观众会去骂 Malaysia 自己的球员，对，像外国是没有这样子的现象的，对不对？对，外国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非常好奇为什么 Malaysia 这样，对你们自己跟其他国家的球员有没有讨论过这个？为什么我们的观众很 aggressive？我很凶，有跟我们。OK， 我之前发生过一个情况，就是在马来西亚打比赛，然后我们本地的球员一出场，然后全场不他们。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多问号，我说人我也是都还没打，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跟其他国家的球员也是朋友嘛，然后有其他国家过来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你这个有一个什么答案？我没有给他答案，我说可能他们太希望他赢吧，这样子给你兜了。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讲真的啦，我是有点丢脸的。是肯定啊，我会觉得，就为什么你们不是 support 自己的球员一出来，丢脸我觉得很 sad 下来哦。对，真的觉得，因为刚才我问那个有没有选择哦，我觉得好少选择哦，因为你们不能为你自己 voice out，你一 voice out 就讲。哦，你看你不认输哦，你就是不可以讲哦，你对我遇到啦，我本身啦最多的情况就是，哎呀，他说了，他就讲他受伤了啦，对，我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对 OK 又受伤了，底下他又有借口了，然后讲他输哦，叭叭叭这样，对，这真的是酸民酸。因为我听你的其他访问是你讲你不会看这些 comment，对我其实比如说我已经知道我这个比赛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一定要打，然后。而且我自己本身的状态又不好的时候，那我就可能会选择 pass。我完全就不会去看 social media， 因为我的 physical 我已经受伤了，然后我不想又在 mental 受伤，就这样，因为我很多时候我就已经清楚自己的目标是哪里，好像我们每次4年一次会 set Olympic，所以 Olympic 那一段时间，那个我们知道那一个是 pick up， 那一个是 rest， 那一个是休养那种东西，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一整年的 plan， 所以可能就不要让一些其他东西影响到你当时备赛的心态。真是像你讲这样，运动员很常被成绩定义你好还是不好。像你自己好像退役过后啦，你会被框在这种想法里面，就是你有成绩才叫好，你有成绩就是等于不好。其实在我的定义里面啦，结果是最重要的。对，当然，但是不排除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是否有成长，就好像可能我会跟我的师妹师弟他们讲，你输没有关系，你输的过程中你学到了什么，你还是赢的。
对，年轻的球员可以接受吗？我不知道了，他们没有给我 response。还没有领悟到，因为其实我也是明白的，因为这段也是我的 senior 跟我讲的。对，他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啦，就是我差不多在那个叛逆时间，就真的是觉得自己是天下无敌的那种。然后我师兄一跟我讲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在输球嘛，我是刚刚从 junior 你要去打 senior 的比赛，其实你是有一个 gap 在那边的。我在 junior 的时候我很厉害，然后一到上去我就觉得一直在输，每天都是第一场输，然后就很沮丧。然后过后我的 senior 就跟我讲了这一段话，然后他就问你有没有在这些输球当中你学习到什么，我讲好像有所以然后你又整个人就有对，然后你以后你输球，你就是用这种心态去输球，然后在输球的时候找出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训练的时候去解决方法，然后又再来 challenge 过之前犯的错误，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所以我才发觉到，其实羽毛球是很好玩，也是从这一段这样子开始。哇，这样我发现到你转念还蛮快的，而且都是往 positive 的方向去转念的。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哦，你第一本书你是写我只是无流萤，然后我10年过后这一句话我们两个就吵架了啊！我们看法很不一样。我的看法就是我只是无流萤，我只是会打badminton嘛，不要有 expect 我其他的东西。我就跟他解释，我看这个书名，我只是无流萤，我就觉得你在讲 I'm just a human。我就只是无流萤 ，What do you expect？ 因为我觉得太多人 expect 你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应该要得到这样，应该要得到，应该要成为这样，成为那样。可是你自己，你就只是无流萤啊！他是对的答案嘛？两个都错。这是什么？一个书名可以让我们更多不一样的诠释。OK， 因为我要讲我这本书之前我第一本书的时候我有讲，其实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我不是 born to be an athlete， I'm not born to be an athlete， 所以当我不是运动员的那种身材，我都能当上运动员，所以就讲我其实就是普通人，但是我可以achieve 到这一些东西，所以我想带给大家就是你们都可以。Oh my god， 又有一个新的 perspective 到。So I am just， let's say I'm just 大完线 ，If I can you can too， 就是类似这样子。对。这个10年之后，我还是我，又是什么？又是怎样？来，我猜啊，10年之后，10年之后，我还是。那个喜欢打羽毛球的 I'm just me， 可是我也是可以创造了更多的东西吗？有错，有一点接近，但是也在边缘啦。10年之后确实是在讲回，因为我这个我只是无流萤，我只是讲到站在奥运舞台那边嘛，所以从奥运舞台到我现在10年之后，我整个人生变化基本上可以讲是就是女生该经历的事情我都经历了，然后再看回去我在职业的那个20年，那一段时间，我的那个看法，其实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但是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你现在是选择另外一条，就是我以前是在那个圈子看，现在我在这个圈外看回以前的事情。那我还是认同运动员应该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我的看法已经渐渐改变。就比如说，是否让小孩走专业运动这条路？OK， 你有了答案了吗？我有了答案，可以跟大家说的答案吗？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做 Kids Olympic 的原因，因为很接近。因为我想小孩是肯定要运动的。无可否认，但是至于他要不要成为专业，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段路，像我妈妈要读书，我爸爸要专业，所以我会要求我两个都需要，你这个才是走上专业这条路正规的道路。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运动员退役，你其实只占了人生的1/3，是，然后你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你生涯太短。所以你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有2个 plan。你这个想法退役过后做什么？是你一开始 join 的时候就有了吗？还是你 along the way？不是，这个也是还好。就是我的妈妈，她很注重这一块。就是好像之前她反对我打球，因为她要我们每个读书，至少她说有了文凭你可以一辈子，但是你
打球你能做些什么？所以那时候我爸爸讲不过他，只是要我 fulfill 他的愿望罢了。所以他其实我妈妈在我在打球生涯，她一直叫我读书，一直叫我读书，一定要完成大学。我读到一半，然后又辍学了，因为我跟不上，因为当时要去参加奥运，所以我真的是跟不上。对对对，我真的跟不上。就比如，因为我们运动员，他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课程，你4年的课程要8年完成，所以你是拿一半的，所以它很长一段生涯。然后你所有的可能assignment 啊，全部啊，你都是要在一边比赛一边做。怎样 handle 哦？对对，很辛苦，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做，所以他们都是 drag 到很长，真的是8年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跟我妈妈讲，我想既然我进了奥运，所以我就很想要去focus。所以那进了奥运之后，他就给我转换想法，就不用读书啊，投资咯。就是怎样的话，他就是会有一个 backup plan。对，他这个是他对我的那个 backup plan。讲真的，我很谢谢他，他给我这个观念。因为我们都看到很多退役的运动员都蛮 strong 的。对，因为当教练是他们可能唯一一条路。的如果你除非你跟我说他已经有了文凭，但是其实你想一下啦，我们退役应该是20几岁、30几岁，然后你有了文凭，然后你刚出来社会做工，你要从 fresh grade 开始吗？很 stress 哦。这个也是一个问号，这个也是为什么运动员他们最后还是会选择教练。是因为就是很狭窄，最靠近。对，让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位妈妈，是一位老婆了。你觉得身为一个女生的运动员啊，她是一定要为了家庭退役，还是退役了才 build 家庭？是重要的吗？这个 sequence？ 我觉得以现在的时代来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怎么样的人生选择是你的选择。就比如说有些人他想要当小女人，有些人要成为女强人，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确实身边有朋友就是因为了要家庭而放弃事业，就是比如说他就我就退了，因为我想要结婚，就是这样的。他这结婚前提是因为他要生孩子是吗？对对，你可以结婚，但是生孩子真的是没有办法。对啊，就女生没有办法再是生的时候。在外国是有的，就是pregnant 打球？不是，就是他生了孩子就在打，他就回去。对，但是其实真的是很难，身体会有很大很辛苦的一段过程。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在2016里约的时候，我们在八强赛，我们对到一个波兰的那个选手，他们曾经是世界第一，然后他们打了很久，然后中间的时候那个男生换搭档，换另外一个女的，然后我们就问他你搭档呢？他跟我说去生孩子。然后我说因为我们基本上他是蛮大机会是可以进奥运2016奥运了，然后我说去生孩子。他说不打了吗？还有没有啊，还打，他生了孩子回来再打。我和秉顺当时听到的表情是就真的是懵的那种。然后但是在国外真的是很常见。然后他就讲我们真的是看着他的 journey， 就是一生了马上，因为可能他们没有什么坐月子那种概念啊，他们没有这种对他们他一生了，明天就去 live 他们就这个我要问他一下，好可怕哦！他们就开始训练，然后奥运他真的进，你知道吗？哇，他奥运真的进，而且还在小组排第一。哇，对，这个他太厉害了吧？他的体能，对，然后而且当时那个男生是40几岁，对，就真的是只有外国球员才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他真的只是为了完成那个奥运之后，他就真的就退了。哇，他的意志力也是很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很好的，就是因为他的男搭档愿意等他，就因为你看生了小孩，你在可能需要3个月来恢复，你要回到巅峰的话，可能你还需要半年或者是1年，基本上是2年时间。对，所以很多时候运动员可能生涯很短，所以就搭档都未必会在原地等你这样。这样那时你 decide 退役的时候，你会焦虑吗？因为你要去结婚生孩子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和秉顺有沟通，就是在我们可能坚持到东京奥运，然后可能就他想打他就打，然后因为当时我没有决定我还要不要打，我还在犹豫当中。你让我马上奥运之后马上退下来，我又感觉到好像有点依依不舍这样，所以当时那一年我就配了我的师弟这样啦，就真的纯粹就是去 enjoy 打比赛。因为当
柳莹和炳顺的名字挂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就会 expect 你会赢。对啦，对我也是 expect 啊。To be honest， 我就觉得我也还不赢啊。对，所以就觉得很压力。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打羽毛球，其实说真的啦，就我疫情那个时候到东京奥运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段时间真的就是我感觉到完全是压力，就我完全是不 enjoy 打badminton的。所以那时候因为疫情很多问题，然后又不能好好备赛，然后在东京奥运的时候，那个社交媒体的那些评论啊什么的，那时候我真的是算是比较不开心的啦。后来我才发觉到，羽毛球已经变成是一种压力，到最后变成是一种责任。对，后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还是要再给我自己一段比较轻松、比较开心的羽毛球旅程？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年，那时候我就想，配一下师弟，我当时没有固定的搭档，我就是配2-3个师弟这样去打比赛，然后真的是有一点回来那种打羽毛球开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勇敢的这个决定，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我也懵，我就想这是什么 strategy 来的？原来只是为了找回你的 passion， 我觉得没有很多人可以勇敢做这个决定吧。对，然后呢，那时候那一年我就想，我打的也是蛮开心的，然后刚好那时候也就是遇到我现在的老公，然后我们就开始有计划，就想要定下来，所以才会这样子没有很早 plan， 但是刚好在对的时机就这样子 plan 下来了。这样我可以八卦一下嘛？这样是因为什么你爱上你的老公？为什么你觉得他是 the one？ 对，其实讲真的啦，我是不婚主义者。哎呦，通常讲这种的啦，就是很快就结婚，然后就不生孩子了。Never say never 的，真的 never 就对，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到处去跟人家讲，但是我其实跟我妈妈已经讨论了，我就跟她说，我说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年纪很尴尬，因为30几了嘛，然后我想说，找另外一半我不想将就，就是不要 set 得到呢。对，我不想因为 set 得到而 set 得到。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样？我讲，你不要觉得压力，我就跟他讲，然后他才跟你讲不要觉得压力。他没有压力吗？有，他一直跟他在催你啊。他在访问的时候，他没有催我，但是他在访问的时候就是希望我找到一个好人家，他就是这样子讲，希望你嫁出去。可是你不婚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年龄30多了，你很难再找到一个。就我觉得要找一个灵魂伴侣很难，我觉得你要一个小孩还比较容易，因为现在科技可以。我真的是这样子跟我妈妈商量的。他给你什么反应？对，你的思想这么保守啊，这么对，这么老公不要孩子这样子。对，真的就是在我遇到我这个老公之前，其实我有想过冻卵了的。就是有一个保障嘛。对，因为加上因为长期因为医生有跟我讲过，要在35岁前一定要冻卵，就是会比较好。对。然后我已经有这个计划了，其实就是在等着我给医生时间，就是要去做。然后就遇到我这个老公，是遇到真命天子，这样遇到真命天子，有什么让你爱上他？就我是比较理智的，我不是恋爱脑。哎呀，通常讲这种的，恋爱里面baby， 真的没有，因为我跟我老公是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的。OK， 我就很 straightforward， 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也30几岁了，就我不想浪费这样多时间。然后我说，如果你是跟我认真的，我们才谈下去；如果你只是要试一下的这种心态，你没有想要认真的话，那我们就做回朋友这样。对，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沟通下去的。然后我已经问他很多次，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他有强烈的追求你才什么？还是你们自然而然，还是一见钟情？还有，其实因为我的老公他比我小6岁，所以其实我很担心他就是恋爱脑。所以你才一直跟他确定。所以我怕他是一时冲动。对，我就怕他是真的是一时冲动，然后跟我讲 OK 他是要 set 得到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真的就给分析了很多事情，然后都真的是分析啦，这个是这样子的。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有我的压力，我说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包括经济能力都去分析，因为就是你要有孩子的话，这些东西都要你在考量之内。就因为可能就是可能我 set 得到了，然后可能我就想要有家庭有小孩，然后我不是运动员了，我的 income 会减少，然后需要你这边要帮忙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实际的。Oh my god， 是我很理性耶，很理性，所以我是很理性的。对，所以我后来
我就是真的就是框框圈圈框框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培养感情，就是遇到了，然后就对对就对 work to the right 你 way，我不敢前期已经讲好了冲动，对，我不敢冲动，哦就是不敢讲，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 OK，就这样。然后我都是有一点大概有一个 plan 出来了，然后再一起去走这个方向。然后你 plan 你生第一个孩子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婚过后就要生吗？对，算是因为我们已经 plan 好嘛，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是医生一直在给我压力，孩子让我30岁前他就跟我讲，你30岁以前要结婚，要有小孩，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我有一个一种情况会比较可能比较难怀孕这样，所以他就跟我讲，然后当时我还在打球嘛，我不可能随便找一个人去生孩子嘛。然后后来35岁前，他就跟我讲，小孩这个东西是随缘的啦。我听到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吗？一直以来都想要生小孩的，我是老公可以 absent。这个 concept 真的很 advanced。对，我觉得可能需要有小孩啦，我是这种想法啦。这样你有没有试过以前打比赛的时候，你的 exes 啦是不能理解你这种飞来飞去的状况的吗？其实还好，就是可能我都是在那个圈子嘛，所以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真的不容易的，而且我们里面圈子要找另外一半也是不容易，除非你在那个圈子，因为你常常基本上半年都不在马来西亚。对，其实除非你找一个外国的咯，就像我们的师弟那些，就一直看到他们有对不同国家的人，就很易的咩？因为你每天比赛都是遇到同一班人，因为在比赛还对比在家多。对，你反正在是啊 KL 更加难遇到，因为你在 KL 你可能就是你还是在参会羽毛球的人，你很难有另外一些新的朋友，别的人也不敢追你们啦。对，你每次比赛见到1次2次3次，就第4次就拿，而且如果追他，然后他打北美都打到很差的话，是不是很凶包诶？你老公会打羽毛球吗？我的老公不运动的。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他连我是谁他都不知道。哦，很好啊，这样子这这样子不是比较好吗？就可以对你没有任何对啊，不然他就会很 stress 绑手绑脚。这样顺便讲一下，你不能接受哪一种男生？我可以讲先，我不能接受那种普信男。什么是普信男？你要解释。长得普通，可是又很有信心的。哎，我跟你讲啊，这种的，你要听我的，然后可是他没有什么好听的。我应该会比较怕大男人吧，大男人，就因为我就是比较有一点性格，对，他这个有性格，我不怕，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有性格啊。依情况而定，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可以很有想法，有时候就无所谓啦，随便啦，就看依情况而定啦，相处这些，所以我就因为我是家里最大的嘛，我知道就是最大的不能跟最大的。就两个都会很有性格的，长女不可以跟长子，就会这样子的，真的吗？不是，就是因为两个会，因为你两个都是家里最大的嘛，所以你会比较有性格的，两个都是。可是我以为你是第二的嘞，虽然刚才听了你讲是最大的，可是你有个性比较像是第二个的，是吗？叛逆坏坏这样不理你的样子。你这个是你是吗？你在投射你自己的，对，我是第二的嘛。因为大的可能会就是会想要比较多，然后我会很多东西都会往家里去想，然后你会，如果你另外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哎呀，到底要跟谁的家庭吃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会觉得一大一小配会比较好。也是，长女会想的比较齐全一点，对，我会想的比较多，对，比较周到。小的话，第二就是慢慢来，是哦，反正有大的在。对，这种想法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一直要想，可能想家里的，想父母的，然后就算我嫁出去，我还是很多东西都在想着父母的，对，所以要配回比较小，排行比较小的，因为小的不用 care 冒险精神会，你不会这样带你玩，不会这样摩擦，这样10年过后你快乐吗？我10年过后我才发觉到，原来不打羽毛球是这么轻松的。讲到这个哪一点 highlight 先剪下来，是哦，就是因为你过后很快乐，比较正常人的生活过后，你发现对，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我退役了之后，哇，醒来，把它没有响哇，然后哇，太阳出来了。有没有人来叫我？然后我脚从床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脚没有痛哇，这个是 luxury 真的就是因为每天就是哇7点啊，他们想了，我看天才刚刚亮，然后不能很 jam， 等一下我赶快去训练，然后今天想象我的全身很痛然后
你想想我去训练的时候要跟教练讲什么嘞？我身体痛。通常你会讲的吧？看情况，除非真的是痛到不能练，我们才会讲。因为不然的话，我是打双打的，所以会影响到搭档。就很多时候我比赛我不退赛，也是因为搭档那你不敢，就是有一点点伤病你都会忍。我觉得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运动员啦。就算你有很强的 training 我觉得不止这样，还心理素质要很强。对，所以对我来说，天分其实是可能排第2、第3的。最重要的是心态。我觉得心态是不一样对，这个因为我们也是看到现在的10年过后的年轻球员，可能其他国家都会讲我们的年轻球员可能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强。这个其实要怎样 train 呢？其实我觉得啦，你心理素质那一块可以分很多个区，就比如说可能是在场上你怎样 handle 自己，跟你在场外别人对你的评语，大家对你压力的这个全部都是心态。但是有些人可能可以很好 handle 自己，但是他 handle 不了大众给的压力。有些人是 handle 不了自己，但是他可以 handle 大众给的压力。所以其实你在心态这一方面，你是真的是可以一块一块去解释的。好像有些球员因为社交媒体真的是大家都明白，所以如果我真的不能 handle 的话，那其实我可以不用看。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刀枪不入，你们怎样讲就讲，我可以看。但是有时候他反而 handle 不了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我很紧张，我 handle 不到，20比21的时候对惨了了。但是我跟你讲场外的人真的是比较紧张的，场内的人没有紧张的，真的。怎么可能？你21的时候，你现在要紧你不是最因为我们在场内的时候，我们是去想，就比如讲这个人刚刚我一直打的 backhand， 我拿分呢？我等下是不是要打的 backhand？所以你的精力就是在这边了，你就不可能不会想我要怎样打分呢？等下我丢分了怎么办？如果啦，你在场上你的思想是这些，这样你肯定输的。像因为我们下面我们一定是在场外的人，我们会看，他到底怎样打分？他要拿分啊，不能输这个球啊，所以你就会紧张。但其实，在场上的人不是这样的。场上的人是他会一直在想着，我要怎样拿这一个分？我发球，我发后场还是要发前场？这种，当你有这种东西想法了，你就不会那么紧张。20、21都没有这样，肯定会紧张，但是没有外面观众这么紧张。对，外面的是那个血已经冲到这边，对，他们已经激动，因为我们其实不可以太过 over excited，你会整个 game 会走掉的。是哦，所以心态就是像我之前我和炳顺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找心理辅导师的，就是他会跟我们讲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很 excited 的 player， 我就一定在场上我要把我的气场带出来。然后炳顺是一个很 calm 的 player， 你不可以让他在场上对，这样子他的 game 会走掉的。所以你要根据每一个不同的球员，你要去了解自己先。如果比如说你都不了解你自己的话，那你怎样去打得好了？因为我每次会看到炳顺跟他讲。对，是我跟炳顺讲，是我跟炳顺讲，是因为他不能太 excited， 然后我们有一个 section， 然后就有聊到这一块，然后他就跟我讲，你一定要 excited， 因为你要pump他，对，我要pump他。对，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pair partner 的 chemistry 来的，是非常重要，对，两个一样的。对，如果是可能讲我盘的另外一个也是这样 excited 的，可能我是要做那个 calm 的人了。对，因为一定要这样子去配合。你觉得10年前跟现在的你最大的变化或者差别在哪里？很多包括身份上，就是以前我20年的生活就是想飞就飞，想走就走，然后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跟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多来分很多身不由己，为什么都说在脸上了？所以我其实就算我结了婚，我都还是跟大家讲，如果真的是没有那个准备就不要先停下来。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对，真的是女生真的是不要讲究，因为我跟我的老公真的是有讲了的，就是讲我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之后，我会 slow down 一点，然后给他去拼他的事业，然后我这里就会handle 家庭，所以我们真的是沟通好的。但是因为我还是会比较喜欢自由的人，所以虽然是讲我是心甘情愿做，但是我会想我的 me time 嘞，我的 me time 在哪里？去厕所都跟着你。现在你比较 enjoy 做运动员还是做妈妈？对，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乐趣啦，因为像在当运动员的时候，你一直会想要去超越自己、突破自己，然后当你做到的时候，你很有成就感的。现在小孩子吃东西，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啊，是真的很不一样的 priority 的成就感。对，因为我小孩不爱吃东西，对，所以每次很烦恼，每天要这样喂他什么，然后我一看他吃东西，哎呦，我很开心啊！你吃东西，看比他拿了一个 gold medal， 对，就是会有这种不一样的转变，然后包括心态上，因为以前我安排好了，然后没有跟着我计划，然后很容易脾气就会上来，然后现在的小孩他不听你的话，你能怎么办？被小孩统治了他的世界，是真的耐心有进步。耐心有进步，对。这样，比方我们 Anna， 我要问一个比较 cute 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看过你上过好多访问了，对。这样有没有哪一个问题你是很期待人家问你，可是没有人问你的？我想一下啊，好像很多人都有问过我很多问题哦，不然你还有什么？你觉得我没有被问到什么问题？黑暗面吧？你觉得自己的黑暗面是什么？我自己的黑暗那一面啊，应该是很暴躁的吧？就因为我自己怎么说，就是我是很有脾气的，就是我自己的要求没有到的话，我就是会发脾气的那种的。就包括我今天想吃这个，我吃不到，我会很生气。Oh my god！ 好了，这个很足够黑暗。对，我的老公就跟我讲，你不能不喂他吃东西，他的脸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女儿也是这样，就是讲一模一样。他说不能不给他们两个吃东西，一定要给他们两个吃东西。你老公每天都刷个长更大的一个 mini 的，对，他就每天讲，你看你的 mini 出来了。就他每天就是这样子，我女儿每天就这样。是关于到吃还是任何？关于到吃，然后如果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他觉得不舒服，他就会一直这样。哇，好有性格哦！对，就是性格很明显，真的是很明显。跟我的儿子比的话，我儿子就是跟到我的老公，对，很 calm 的，就是他被欺负，他不会打回来，他就这样子的。好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一个访问哇，我真的是。对你有改观呢，因为我就觉得，原来你也是一个女生，因为会觉得你在场上，对不起，我看到你就想要跟你讲对不起，比较有strong的 aura，对，然后就他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气场很strong，我就觉得平时我都觉得我的气场蛮strong的，可是他一进来过后就一片安静，所以你看是不是要开social media让大家看到 behind the scenes，对，也希望你完全不一样的，对，也希望你可以上更多的不同的节目，可以分享你自己 as 560吧。我看应该接下来会更多育儿经。育儿经也可以。那么你10年之后，我还是我，他只是560。对，6月2号可以，大家可以去到哪里买呢？上架。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娘娘来到我们的节目啦，谢谢 ，Thank you，拜拜，下一集的聊一聊见，拜拜。